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中有这样一句话：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太阳刺眼，让人难以直视，而人心复杂，有的甚至恶心的没眼看。最近小编在浏览网页时看到了一条旧新闻，让人不可思议。去年11月5日，在河南郑州某街头，一名男子带着狗链在地上跪着爬行，而他身后的女子则一手牵着狗链，一手拿着鞭子对他进行抽打，一路招摇过市。两人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特殊性癖，而他们异常的行为也引来不少人围观。见围观群众渐渐变多后，男子突然开始哭诉，并肆意抹黑公安机关。他说自己遭遇了一场10年难得一遇的绑架案，自己的女朋友被绑架了。他找了警察求助，可是对方不仅毫无作为，还让他自己去筹集赎金。但是他哪有那么多钱？1万块可是要了他的老命啊！到最后他都没有筹集到1万元赎金，而他的女友也因此被撕票。很快，男子的所作所为被拍下并发布到了网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后发现，跪爬男子和抽打他的女子以及男子口中的女朋友其实都不是什么正经清白的人。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李某男26岁，孟某男27岁，王某女23岁，赵某女19岁，胡某女24岁，于2020年10月份共谋成立某某工作室。该工作室通过网上联系预约客户，开展虐待游戏业务，提供各种定制服务，同时在网上售卖定制游戏视频，非法谋取经济利益。在11月2日的时候，团伙成员胡某在为客户马某提供服务中，被嗑药之后的马某迫害。目前马某已被缉拿归案。在胡某被迫害后，李某为得到经济补偿，便在报案后又伙同工作室成员孟某、王某、赵某组织策划了一起爬行表演，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他们在郑州某商业街进行街头爬行表演，并拍摄视频上传至网络，歪曲事实，博人眼球，意图达到经济补偿目的。看完整个事件通报，小编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不得不说，卑鄙果真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为了谋取暴利，这群人竟然开性虐服务工作室，公然涉黄，简直不把律法放在眼里。不仅如此，在自食恶果后，他们居然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的过错感到后悔，不是为自己同伙的遭遇感到难过，而是想着怎么利用对方的死来炒作盈利。为了流量金钱，连良心、廉耻都可以贩卖。而除了良知、道德、廉耻，还有人连尊严、脸面都可以不要。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谁能得到流量，谁就能够红，能够得到钱。为此，不少投机倒把者为了能够分得一份蛋糕，每天挖空心思的去寻找财富密码。之前在女主播界有一个神奇的才艺表演，这个表演可以带来足够多的流量。倘若你处于推荐期，那这流量更为可怕，而且还会产生2次传播，带来更大的流量。这个才艺名为顶蘑菇。何为顶蘑菇？就是女主播在镜头前双手捧着自己的胸上下抖动，这简直伤风败俗。有句话说得好，学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放在哪儿都合适，不管是正道还是邪门。不得不说，为了流量，这些人可真是用心良苦。独辟蹊径的还有另一位，在与男主播连麦 PK 输了后，接受倒立惩罚。这个倒立惩罚看起来特别的平平无奇，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可惩罚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人呐。那女主播上身穿非常宽松的衣服，内里一丝不挂，一个倒立，什么状况不用多说，可谓是花式露肉。看来为了流量很努力的动过脑子了。还有国外一位美食博主，本人身材火辣，样貌也十分秀丽，可就是总想走捷径，搞歪门邪道。他的直播间是一间正经的厨房，里边配置了不少对应的厨具，一看就非常的专业。然而这份专业却因为博主的穿衣打扮，瞬间消失殆尽，将一档好好的正经的美食节目
变成了低俗下三滥的内容，格调直线下滑，让人感到无语。才艺如何不重要，关键在于穿着得暴露，要有亮点，展示事业线就能打开市场，获得流量。衣服要多短就有多短，想要获得多大流量，言行举止就有多大胆。这番需求供应的背后，真正扎实的技术作品，洞察人心的观点内容，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观看？当劣币淘汰掉了良币，最终的导向不过是各大分享平台充斥着低俗文化，原创者将会被禁锢在一个怪圈中，直到搞软色情会火，越来越多的创作会朝着色情方向打擦边球，由此陷入思维怪圈，难以得到真正的创新。不得不说，金钱真的是人性的照妖镜，但请别为了利益而丢掉了尊严与良知。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把控欲望和生活的平衡。要知道，生活的本质是生下来，活下去，最终选择一种姿态走向死亡。至于你是穿貂裘还是披破布，没人在意。人们常常抱怨生活不顺，愤慨命运不公，觉得自己没背景、没优势，过得很辛苦。然而，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有相对的公正。富甲一方的人不一定身体健康，你羡慕别人瘦，别人羡慕你肠胃好；你羡慕别人的身世背景，别人却羡慕你的家庭氛围。断章中有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鹦鹉遇到乌鸦，笼中的鹦鹉过得安逸，野外的乌鸦过得自由。鹦鹉羡慕乌鸦的自由，乌鸦羡慕鹦鹉的安逸，于是他们便商议互换。最终乌鸦得到安逸，但难得主人欢喜，最后抑郁而死。鹦鹉得到自由，但长期安逸，不能独立生存，最终饥饿而死。人生路漫漫，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什么都想要。别盲目追求别人的幸福，也许那并不适合你。鹦鹉好看，也会效仿人，获得人类的怜爱，不愁吃，不愁穿，却想追求向往的自由。乌鸦在天空自由翱翔，享受自然界的无限风光，却想得到不劳而获的安逸生活。他们都不曾从自身出发，考虑追求的东西是否适合自己，是否得到了真的幸福，还有这幸福是否会长久。杨绛先生曾说过，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生活要学会舍弃一些无谓的贪念，过好自己的日子，享受自己的生活才是王道。这里不禁想到曾经看到过的一段老师与学生的对话。一位老师问教室里的学生，有个人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时发现柴不够，他该怎么办？有的同学说赶快去找，有的说去借去买。老师说，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同学顿悟，诚然如此，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多少的柴烧多少的水。有人月薪3000，却要跟风买1-2千的包包；有人负债累累，却要继续借钱贷款买辆车；有人家境一般，却要父母提供巨额生活费。其实大可不必，生活水平是你能力和欲望的平衡，你有多少能力就满足自己多少欲望，不要让别人替自己负重前行。莫言说过，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生活不是凭空变好，而是付出和努力的结果。增广贤文中有言，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3尺。拥有良田千顷能怎样？所需要的不过一日三餐而已。拥有广厦万间又如何？也只睡卧榻3尺罢了。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欲望亦是如此。贪婪的人永远不会知足，不懂得知足的人永远不会幸福。反之，知足者常乐。明朝的胡九韶家境贫寒，耕读传家，仅能得到温饱，他却每晚都要烧香拜佛，谢神明赐给他的福气。有一日，妻子问他，我们一天到晚都喝菜粥，怎么算是有福呢？
古九韶说，我们生活在太平时代，没有兵荒马乱，全家还能有衣穿有饭吃，家里人没有生病，也没有被关押的，为什么这不是幸福呢？世间很多事情都有衡量标准，但是幸福没有，它是生活与欲望平衡的结果。懂得知足常乐，就懂得了生活的真谛。此外，我们还要明白，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不可怕，可怕的是贪婪。嘉措活佛说过，无欲并不是一无所有的意思，而是要去掉那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贪念，驾驭自己的欲望。游素福说过，假如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过着无求的生活，那么他才算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想过更好的生活，就悄悄努力，然后经验四方。满足现在的生活，就学会享受。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快乐。每种幸福都值得追求，每种生活都值得尊重。愿每个人都能做好欲望和生活的平衡，取悦自己，忠于本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快意人生。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